那以后咱就吃饱了。对呀，有饭吃啊。福堂哥，福堂哥，虽然你是支书，那你也是咱一队的人，对吧？那一队都去参加分组了，那你咋不去嘞？我不去。咱都是一族人，可不敢把你家单落下。我要是去了，那不是打我自己的脸了吗？哎，你咋能是打自己脸呢？那福军哥都跟少安说了，说搞这个生产责任制啊，那就是支持他的工作。啊，你是他哥，你咋能不支持你弟工作嘞？这要传出去，那他这官可咋当嘞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行，我去看一看。福堂哥这边来。会场不是在饲养室呢吗？我们拐个弯把玉婷也叫上。玉婷说了，你不去他就不去，你去他才去呀。哎呀，福堂支书来了，鼓掌欢迎！等着你，上来。支书坐。平时也没有看到你们都这么积极的嘛。好事嘛！哎，能不积极吗？是吧？田支书，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分组。分什么分？分组。我知道。哎呀，你们这是忘本呀！当年搞合作化的时候，是我田福堂有革命的热情，把你们左邻右舍的把它聚拢在一块儿了。啊，今天你说散伙就散伙了？这个散伙是谁也挡不住的潮流，是不是？行，你们要散就散，我不管了。福堂支书，玉婷，你不走，干啥去嘛？哥，你们这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行为，我不跟你们讲话。不种地，你吃剩吗？感谢党，饿死我也不当走资派。爸，二爸饿去劝他，你不管啊。哥，福堂叔那边，我去跟他说。你说一下，不要让他想不开嘛。放心，先忙了。那就分嘛！安静，不要说了，静一下。说你的，不要说话了。你看这大黄也高兴着呢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他就是站不起来，他要站起来，那两个牛蹄子鼓掌响着呢。好啊，静一下，静一下啊！哎呀，咱们现在举手表决啊，到底同不同意搞这个生产责任制？啊，同意的举手。好，那既然大家都同意搞这个生产责任制，那我就要说清楚了，生产责任制有两种形式，一种是包干到户，一种是承包到租。我们小队讨论过的意见是承包到租。对，承包到租。那同意的举手。少安啊，为啥不直接包干到户啊？我就知道你要问为什么。是这，你大概想一下，你说咱们现在就搞这个包干到户的话，那像那些个军属、烈属五保户，你让人家咋办？
咱们现在生产队还没有能力养活人家嘛，所以咱们先搞几年这个承包到足以后，有了帮扶基金，然后咱们再搞这个包干到户，稳妥一些，是不是？那反对的人也少一些嘛。是这哈，哎，老话说哈，步子迈大了就要摔跟头。去年就说要封，结果咋样？今年我也不同意少安弄这个事情，可是咱这穷日子实在是穷得看不到头，我就同意了。那就承包到组吧。行，那承包到组，行，那好，那不要急，那这样，那是同意搞承包到组的举手，一致通过啊！放下。那就这样，大家现在商量一下，看看是谁家和谁家合成一个组，最少3家，最多5家哈。好好商量一下啊！商量好了到海民这来登记啊！商量一下。胜不过那黄土地，换不过那一马平川，喝不够那个黄河水，就去弯，挨不过头顶上这那个阴阴的天。哦。筑不够祖先留下的窑洞都破砍，便一去行天游，尝尝咱庄稼寒，铁甲阁老的上岸，呼个声声的喊呐。现在，庄稼人孙少安的心情和这季节一样好。几年前他梦想过的一种生活，现在开始变成了现实。一群人穷混在一起的日子，终于快要结束了。庄稼人的光景，从此有了新的奔头。心里头行天又唱不完哎，心里头行天那有，唱呀嘛唱不完哎。那你说这事咋办？那地都分到各家去了，多种多得，少种少得，不种不得。你不去分地，咱家就没地可种，没地种就没得吃呀。没得吃我也不分地。哎呀，你去不去啊？好，你不去，我去。你敢走出这个门，我就敢打断你的腿。我一辈子都听你的，这一回呀，你就是打断我的腿，我也要去。你试试看！你走，叔，你走看，别走！你周雪呀，你看这个老东西，他要打断我的腿。冷静啊！是，先进屋里屋休息，我跟叔叔啊。叔，你消消气，喝口水。叔，润生去当兵，至少得3年时间。这润生不在呀，你就当我是润生。哎呀，你哪是润生呀？你是孙少安他弟孙少平。我哥是我哥，我是我。叔，你知道，我跟润生的关系亲如兄弟。这些年来，你们家人一直在照顾我。我每次上学放学都是润生骑着自行车驮我。在学校里啊，他也没少给我拿吃的。我知道，这都是叔你的追语，还有好多事这都说不完。叔，你跟我哥的矛盾，那是工作上的矛盾，这不影响咱们2家人的感情。我们家这在村里啊是一家单姓，这些年要不是叔你照顾，早叫人给欺负死了。叔，这田家阁老里的人都想分开单干，这叫
大势所趋，谁都阻止不了的。我婶说的也是，你不参加分组，就没得粮食吃。让你参加分组，你又拉不下脸来。是这，我跟你商量，要不我去替你分组，就跟我们家分一组。这地上的活你也不用管，我就替您种。你是好心，我咋能让你去受这个罪呢？说，人生走的时候，托付我照顾你儿，我答应了。我答应的事情，就要说到做到。少安，现在只有田福堂和孙玉婷两家没有分了，你看咋办吧？不管个二爸他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，他自然跟我是一组嘛，这还用说？那福堂叔呢？肯定没有哪个族愿意要他嘛。那福堂支书一年也不劳动几次，那农活早就荒废了，那谁能跟他一组啊？哥，你看，要不让福堂叔跟咱家一组？跟咱家一组？那这个事跟爸商量一下。哎呀，不管咋样吧，那不可能把他福堂支书能当那一个人不管吧？是这，福堂叔家的地，我先替他种。他想开了，自然就会下地劳动。你们也别跟他计较，毕竟人年纪大了，又是老脑筋。哎呀，这润生不在，你们就当我是福堂叔家的润生，我替他主事。你做好事胳膊拉着，可是少平，你说说你下地干活，你吃得消？这样不行，少安，你们组已经有你二爸，再加个福堂叔，肯定吃不消。福堂叔毕竟是我们老田家的人，跟我们一组合适。对，跟我们一组嘛，合适啊。那其他的组户能同意？哥，不管咋分组，他们家地还是我种的。对嘛，劳动力都一样，能行？好，那福堂说这个事就这么定了啊？哎，汉磊，明天啊，你带着那个万江叔再叫几个人到生产队把那个田地、牲口、农具好好清点一下，一律按上中下3个等级，按照各组户数、劳力人口平均给他分一下，以后要一组核算啊。这个活不轻松吗？哎呀，你大队会计都能干，这算是嘛事吗？哎，少安，那牲口嘞？那家家户户也没个棚圈，你分下去不好养啊。咱就先让万家叔统一喂养着，等什么时候这个棚圈盖好了，再分牲畜啊。上工了吗？上工。四叔，不要吵了。咋着？天不亮都下地了。你说，现在都分开了，各干各的，这人们反而更积极了。哎。领导把咱们这一带变成了试验田了，可不是嘛！20多年前，中国农村搞合作化运动，就是把分散的个体劳动聚汇成大集体的生产方式。现在这样搞，完全是在搞倒退。报上说，这是你兄弟我福军哥倡导的。哎，福军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你这胡乱一烧，迟早要犯大错。他们把咱俩也分组了，你跟海梅一组，我和少安一组，你下不下地？谁愿意下谁下，我不下。
你不像，我也不像。哎呀，我还没有老到走不动路的那一步。那你要保重身体啊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哎呦，都渴成这样了，你还喝，不要命了？哎呀，机体都没有了，我还要命干什了？是，甩我到缸里啊！哎，那日子还得过不是？哎呀，不为你，也得为润泽想想。哎，说是不喝啊！从今天起啊，我替您出山劳动，您放心，在润生回来前，我肯定能照顾好你跟我婶儿。不用了，我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大毛病，能劳动。哎呀，咋还能劳动嘛？这要润生回来知道了，这还得跟我干仗了。少爷，干了一早晨的活儿也累了，来坐下吃饭啊。不吃了，婶儿，家里有，就这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少平，拿上馍馍。姚姐，我到省城来办事，顺道过来向你汇报一下黄原的情况。听说，在我离开黄原的这段日子里头，那里的形势是风云变幻的。是啊，你刚一走，那田福军啊就大刀阔斧的干开。目前全地区的农村啊，都正在搞生产责任制，说是试点，哼，可是这种全面试点的做法，那叫什么试点呀？你是不知道啊，那上上下下一片混乱。哦，有的已经包产到户了，但是田福军只是不准举的。田福军的这一套做法，农民一定是拥护的。据我看，大部分的县上领导啊，还是不完全按照田福军的那一套来。县、社还有一些大队的领导顶得很凶啊。有的同一级的领导给下面发出了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对立的指示。群众中广泛流传着几句顺口溜，很形象地概括了目前的形势啊。说上面放，下面望，中间有心，顶门杠。田福军这么快就造成了如此大的声势，他的胆子也太大了，竟然刮起了单干风。黄原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，田福军啊就要当一把手了，大家还都在议论说，苗书记啊已经被免了职，要调回省里去。那地区其他几个领导是什么态度？除了我，大部分呐都跟着田福军跑，就连冯世宽呐也是积极的为田福军呐迈进实力。前一段时间，他带着人马到四川，为田福军的做法，找根据去了。苗书记，你应该尽快的回到黄原去。省委没有免你的职啊，你还是黄原的一把手啊。怎么能够把权力就那么拱手让给田福军，让他随心所欲的这么瞎折腾？只要你回去了，田福军搞的那一套啊，那推行起来就不会有那么顺呐。说实话啊，咱们搞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，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呀？我说不清楚。我觉着田福军的做法是对的，最起码他是在想办法解决咱们黄岩地区人民生活贫穷的问题，为人民服务，这是咱们党的一贯宗旨啊。只要抓住了这一点，
那方向才能是正确的。苗师姐，那这么说，你是支持田福军的？我是希望田福军同志啊，为咱黄原地区社会主义建设能趟出一条路来。那我问你啊，假如你是咱黄原地区的行署专员，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让咱黄原地区摆脱贫困呢？我呀，也可能会搞生产责任制，但是我不会像他那么做。那你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力气阻拦他呢？就拿我个人来说啊，我还是很佩服他的大胆和魄力，但是我是真担心他把黄原搞乱了。乱不了。是这样，你先回去，好好想想，一定要全力配合田福军同志。这个。死鬼啊，整天跟着田福堂后边跑，家里的活儿不干，地里的活儿不干，你说还咋过来？哎呀，二爸，你不要急啊！二爸这是甩手当干部习惯了，慢慢能缓过来啊。等他缓过来，这地都黄了。哎呀，二爸，这不大伙都帮衬着吗？啊，他是要当神仙了。我是。少安，哎，哎呀，你在绣花呢，还是耕地呢？就我，今年我们这个地已经出了3回仓了，还多施了1遍化肥，哎，产量肯定高。哎，福哥，咱们那摊玉米去年收了多少斤？那他啊，好像是268斤，今年至少862斤，不信你看着。哎呀，你就吹吧，双水村亩产没有超过800斤，你还862，吹吧吹吧，不信你等着瞧。哎呦！这天见阁老的人像发了疯似的，气到我了啊！我这个麦田比往年还多耕一点，哎，我这个地体多年不用的地壳地盘都挖出来，肥土刨进地里，这个边盘刮的比狗贴的还干净，这麦田整得跟棉花包似的。要这么下去，用不了几年就富得流油。眼红手痒是不是？有本事下自己的地，把自己的地种得比他们还好。我知道你心里有火，别的没地方发，哎，可你不能冲我发，我又不是你的受气包。我不冲你发，我冲谁发？哎，好好好，有生活都发了啊，发完了。领着大伙把地分了。大哥，你说的轻巧，你不怕批不怕斗，你就分。快点干活，快点！是我。哎，倔上来，你跟他商量商量。军山哥，社员们都像一队一样，分了单干。谁敢分？啊？我们敢跟田家的人比吗？人家个个都是贫下中农，成分好，舌头粗了也不怕。像一队这样单干组，
过不了多久，我们二队肯定落在他后头了。这个想当年金家湾的人对集体化不积极受到的批判，使许多姓金的人被收拾的很多年都抬不起头。啊，现在把集体化开放，再来个啥运动，我们就永远被田家人压住了。哎呀，就干活吧，干活吧，快干活！哎呀，石书记，您来了。你身体不舒服，就别赢了嘛。哎，您来了，我能不赢吗？走走走。听说你转到省城来住院，啊，过来看看，你这是啥病？心病，大病。那你说说看，我也未见得能治得了。我也没指望你能治好我的病。石书记，我申请提前退休，请省委任命田福军同志为黄原地委书记。这是我的真实想法，我是经过再三慎重考虑才做出的决定。理由嘛，有2点。第一，我身体不大好，这血压动不动就升高了。第二，黄原地区确实需要田福军同志这样敢闯敢干的人来把舵呀。你能这么说，叫我十分感动啊！你这种能上能下的勇气，令人钦佩。我的这个做法，只能说是明智之举，其他的不敢当。当初啊，省委任命田福军同志为地区专员的时候，我是有想法的。我之所以告病请假，就是想看田福军同志的笑话。经过这一段时间，我认为省委启用田福军同志是正确的。那么，谁来担任黄原地区行署专员呢？高凤阁同志。虽然他们俩有些矛盾，但是我相信，在工作上他们会完全的配合很好的。一个大胆一点，一个呢稳当一点。你的提议和乔书记的想法不谋而合，但有一点不同，就是对你的安排。省委打算请你担任省纪委副书记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听从组织安排。出啥事了？把你熬煎成这个样子啊！今年的庄稼长势好，到了年底这个丰收肯定高。少平也懂事了，这兰香在县里上高中，你还有个小孙子。奶奶身体，你看都80多岁了，还是这样好，咋了嘛？可是你接了一家子，还不是把人熬煎得很？呀，这段时间我还没有去看过我姐。有人捎信来了，说是罐子村那边责任到足之后，王文也就跑了。一个人说是去卖老鼠药，家里就剩下了兰花，无里无外就是一个人，娃也没人管，这不是熬煎。那是这吧，我去我姐家看一下，讨个信回来。你走得快。
同志们，你听我说，老鼠的危害实在多，爬你的床，上你的炕，要坏你的的确良。你这个的确良贵不贵？贵呀，贵。冬要棉它，夏要单，5月6月要汗衫，东屋跑，西屋跳，要棉裤它拽棉袄，弄得满身全跳蚤。上个集我没来，老鼠上他家锅台，上你家锅台没有？上了，上了没有？上了，咋办嘛？买老鼠药。老鼠药它不值钱，1包只卖1毛钱，1毛钱不算钱，上不了车，坐不了船，打不了酱油，买不了盐，1毛钱不算多，要死老鼠一大窝，先麻嘴，再麻腿，一口一口吐血水，大的吃了蹦3蹦，小的吃了准要命。马爷，要不要？来，哎呦，马爷，少安，是嘛时候回来的？你咋跑这儿来了？不是出去逛去了吗？大舅子，哎呀，大舅子，哎，不卖了哎呀，不卖了，我要跟我大舅子拉话，下午再来买啊！你这是干什呢？卖老鼠药呢吗？我这是。姐，你也在这儿？过来看他做生意。那刚才他怕丢人，躲着看呢。好。我爸跟我说，这个光棍又出去瞎逛去了，不放心你，让我去家里看一下。你看这在这把你们2个人都看见了，那你咋着？你出去逛了一圈，逛回来了？少安，叫姐夫。叫什么都一样啊！我这个回来，这不是前2天才回来，回来顺便看看他，跟娃，把钱还给他带回来。钱啊？他真把钱给你了？少安，我骗谁？我能骗你？我就算骗你，我能骗你姐兰花？对着呢，满银把钱带回来给我了，回去你跟爸说，满银学好了。你看我姐是看你什么地方都好，虽然我这个姐夫是个2流子，但是你有一点好，对我姐好啊。哎，那就是人有100种坏，他肯定就有1种好。我这个人啥都不好，就是把你姐当个宝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当我弟的面咋啥话都说？羞不羞？羞什么羞？没事情。哎呀，满银姐夫，你说，你能不能换一个生意做？什么生意？你这个卖老鼠药啊，说起来不好听啊。那卖什么药好听？非得卖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做生意是不是做熟不做生意啊？你少安能卖南瓜，你能跟我一样卖老鼠药？你看什么呢？你这身衣服，这个哪套？这叫赶时髦。我这个衬衣，广州的；裤子，上海；皮鞋是北京的。哎，我这个皮鞋特别舒服，你试一下，你不要脱了，我看见你们俩在这，我就放心了。啊，哎，过几天带着娃回去看看爸。好，那你跟爸说，我现在改得好多了，我这个人做生意现在做得可好了。哦，嘿。哎呀，那我这个南瓜跟你这个老鼠药摆在一块儿，哎，我去那边卖南瓜了。那行，那你去，回来我请你吃饭。好，吃什么饭？你看看你，赚下的钱都交给我姐，不敢乱花。那我给你说个正事啊，现在政策都放宽了，要不然是个这，你就想想不要种地了，多赚些钱啥，对不对？农民不种地，还有什么赚钱的办法？种什么地的嘛？你跟我一块卖老鼠药多好的嘛！我学你，站着坐着都能吹。哎呀，你就是一个种地的料。说实话，我要有你这本事，我早都挣大钱。放心，有一天我少安要是找到这个赚钱的好门路，我也不会放过。卖南瓜！南瓜几卖啊？1毛钱2个。我买2个吧。好。你看这2个咋样吧？正好啊，够。南瓜！
咋办啊？哎呀，老同学啊，你这当了公社的副主任，这个派头就是不一样。你看你这头发梳，这苍蝇落在上面都得划一脚啊。行了，这样子我自己都嫌不自在。这面上的事儿没办法，正好有事找你，刚好碰见了。找我是嘛事？走，去我办公室说。那我这个南瓜，都拿着，我都要了。哎呀，这是你说的啊！你看你也不帮我装一下。来，站。哎呀，我也进了这个主任的办公室了啊。走。咋啊？想不想赚钱？这傻子才不想赚钱嘞！但我有什么门道？除了卖个瓜。有个卖力气的活，你能干？是嘛活？拉砖。砖？哎，元溪县小学扩建教室，我的一个表兄是他们的总务长。哦。他是负责基建的，让我找几个人帮着他，从城边那个拐马村砖厂把砖拉到工地上去。你把这活接下来。这能赚钱？肯定能赚钱，拉多少赚多少。一块砖是1分钱的运费，你这一天能拉个10来趟，能赚很大一笔呢。我一块砖是1分钱，一天拉10，这是个好活呀，我干呀！那当然了啊，但是我跟你说啊，你得有架子车和牲口，你肩挑背扛，累死也赚不到钱。是这个架子车好办哈。当年搞农田机械大队的时候，好多那个架子车都作价卖给个人了，这100个元能买个还不错的车了。但是这个牲畜，这是个问题，没有1000个元买不下来呀。钱的事情你想想办法，不行找人借点。哎，不敢借钱，这借钱太遭罪了，那个滋味儿。再说了，现在谁有1000个元这个闲钱借呀？这事干不成了。这活你不干，太可惜了。哎，你要是不想找个人借的话，从公社信用社贷款。信用社能把钱贷给我？我能帮你贷700，超过1000的话，我许准批。你帮我贷700啊？这能行啊？能行，我回家跟我爸商量一下这个事。行啊。哎，对了，这个瓜你说你全要了啊？我要了，给你拿出来啊。一路上，少安在不断地考虑着猛然出现的这个新的生活契机，心在咚咚地跳着。他这个顶梁柱终于能让家里的烂包光景又出现了新的希望。爸，你这画的是什么？也不像数字这点点杠杠的，倒是像星象图，我咋看不懂啊？除了我，谁都看不懂。到了明天，连我自己也看不懂。那你算个啥嘛？都是个简单的账，我能心算。少干，我算下来哦，能赚钱。能啊，这个账我早就算过了。可是这活苦重，驴不行，得买骡子。可是大牲口咱买不起，一头骡子咱也得700-800块钱。咱我就是跟人家借个180块钱，手都抖了，我咋还敢跟人借钱呢？是这，刚明说可以给我贷款。是，要是公家都能贷给你也行，可人家就贷给你700块钱，你剩下的还不是要跟私人借？哎呀，这个钱能把人愁死。要跟公家借钱，你时间有限不说，你还得扣利息嘞。爸，你得这样想啊，只要是咱把这个骡子买下了，干个2个月，那不但能把这个借的账还了，还能挣钱，这是本有利的账吧？哎呀，我不是借钱借怕了。再说了，剩下的那么多钱，几百块钱嘞，你跟谁借呀？哎呀，真是，向谁借？哎呀，那看来我这有生之年最大的一次收入就这样给丢了。那只能是这了。那我明天我给根民捎个话，把这个活让给别人干。啥？让给别人？
那咋办嘛？说睡就睡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事可不能丢下。要是能赚上这一大笔钱呀，不光能打土窑，就是雇几孔10孔窑那也够了。你想的什么这是？那活还没有结哈，雇10把窑。你到哪能买骡子这个钱？这个你就不要愁了。我给我爸发个电报，让他想想办法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姐夫常有林那还有点积蓄嘞。这次你就别管了。哎，这事不敢着急啊，我跟爸商量一下。